这是世界上最后一盘荔枝，而你有一个小目标，为14亿人实现荔枝自由，怎么办呢？当然是吃掉它，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份荔枝压缩包种子。接下来只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解压它就好了，但这个地方必须拥有不低于18摄氏度的年均气温，超过1600毫米的年均降水量，最好还能与热同期。这样的话，北纬26度以北的地区基本上没戏了。这份重责大任只能交给这些土地了，比如这里广东茂名。它还有更长的日照、微酸性的红壤，以及轻微起伏、利于排水的地貌，可以说是荔枝的天选之地。于是，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，你种下了荔枝种子。不久后，它们就会破土而出，从种子成为实生苗。然后你只要再等上4年，这些荔枝树大概率就会开出第一束花。但你知道，只有这几棵树远远不够，要完成14亿人的目标，就必须超级加倍。可是从头培育实生苗实在是太慢了，你还是想要更高效的办法。比如说，先百里挑一，选出最甜的那棵树，就是它，然后让它复制自己。星星，要怎么实现呢？对了，如果能像榕树那样，让枝条直接生根就好了。于是，在反复试验后，你发现，如果提前剥去枝条的表皮，再包裹上湿润的泥土，就有机会促使枝条生根成苗。恭喜你解锁了新的育苗技能之全枝，还能更高效吗？当然，如果不等枝条自己生根，而是给它混搭一个现成的根作为砧木，就算看似弱小的枝条也能快速成树，甚至还能获得砧木自身的抗旱、抗涝或者抗虫等优秀品质，适应更多不同的环境，实现品种改良。恭喜你又解锁了新的育苗技能之嫁接。于是你终于能把荔枝树种到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福建、云南、四川、台湾等地，仅广东茂名一地就超过140万亩，位列世界第一。但与此同时，实生苗的方法也没有被放弃，因为你发现这些苗并不是永远千篇一律的，而是会偶尔发生突变，产生新的品种。于是，在不断的开盲盒中，你幸运开出了不少隐藏爆款：仙境凤、宾利、糯米糍的进化版领风诺等等。同时，你也发现有的品种通过精密的控制水肥和气温，更是内卷成了只有果肉的无核荔枝。于是，深得孟德尔真传的你决定亲自做个媒，让这种无核荔枝和荔枝王进行杂交。果不其然，生出了巨型宝宝仙桃荔，甚至还能让荔枝王和隔壁的龙眼联姻，诞生甜度超标的翠蜜龙荔。总之，你的荔枝家族日益壮大，仅仅在广东茂名这一个地方就能种出700多种。于是每年最早3月，最晚7月，各大家族便全力出击，上演着中国人心中最浪漫的时刻——丰收。虽然没有一骑红尘妃子笑，但有无人机系荔枝来呀！从此以后，全世界每5颗荔枝中就有1颗来自广东茂名。就在这一个园子里，你就能一站式的吃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荔枝品种。
而整个中国的荔枝产量更是高达300多万吨。就算平均分给14亿人，每个人都能分到140克。那么接下来只要把这些荔枝送出去就好了，但这一步你却失败了。这是一根还没有成熟的香蕉，这是一颗还没有成熟的荔枝，而这是它们仅仅1天之后的变化。没错，香蕉倒是不再焦虑了，但荔枝却快直接离世了。这意味着你没法指望荔枝能边运输边成熟，只能等到它们完全成熟后才能采摘。继而1日色变，2日香变，3日味变。如此短暂的保鲜期，就算种出再多荔枝，也只能让当地人和当地小动物们实现荔枝自由。除非这段保鲜期能超级加长，怎么办呢？我猜你最先想到的是冷藏。没错，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对抗高温。比如采摘就必须在清晨进行，趁太阳不注意，在10点前一网打尽。接着要将荔枝迅速投入冰水降温，最后再和冰袋一起装箱，就可以保鲜10天。还能再长吗？为了尽可能避免荔枝氧化变质，你必须对抗氧气，比如减少包装中的氧气，填充二氧化碳、氮气等气体。所幸这种常用于果蔬的气条保鲜对荔枝也十分有效，保鲜期可以超过20天。还能再长吗？当然，这次你决定不仅要改变储存环境，还要改变荔枝本身。这是一颗荔枝放大上千倍的样子，它的外壳表面布满了一个个小孔。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漏洞全部堵住，也许就能隔绝微生物入侵，并且抑制荔枝的呼吸作用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给荔枝套个壳儿。但不是这样，是这样。用这种溶液浸泡的荔枝，干燥后就会形成一层高分子液态膜。如果它能广泛普及，再和其他保鲜方式联手，那新鲜荔枝将有可能超长待机，超过40天。终于一切准备就绪，你即将和照顾了多年的荔枝宝宝们告别，目送他们一路向北，各奔东西。而要赢得这场时间竞赛，运输也必须超级加快。为此，你需要最快的公路。这条高速公路从广东茂名出发，纵贯南北3000多公里，一路抵达内蒙古包头，人称包茂高速，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现代荔枝道。有了它，加上全国纵横交错的公路网络，只要今天荔枝从茂名出发，2天后你就能在北京秒变都市丽人。能更快吗？那你需要最快的铁路。这列高铁看似平常，但它的车厢里却没有一个人，只有4000公斤刚刚摘下的新鲜荔枝。他们坐着专座，只要4个小时就能抵达1000公里外的武汉。还能更快吗？当然，这架荔枝专机能在48小时之内抵达中国140多个城市，运输半径超过3000公里。当然了，这些通道不仅可以运荔枝，还可以反向运人。就在2025年5月，这条包茂高速上还开放了全球唯一一个以荔枝为主题，甚至长得就像荔枝的服务区。荔枝树林、荔枝苗圃、中国荔枝博览馆，再配套上酒店、餐厅，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还没下高速，就能吃到树下的第一口荔枝，就能走进一个荔枝宇宙。至此，何止是长安，哪怕你在喀什、在拉萨，都能和荔枝双向奔赴，迎接属于你的荔枝盛宴。恭喜你，终于让14亿人的荔枝自由成为可能。但是，正如这条荔枝高速的全线通车前后用了19年，你刚才经历的一切，
也仅仅是中国荔枝往事的超级精简版。在那个真实的故事里，你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张张你认识的或不认识的面孔，是一个个你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背影，也是在一轮又一轮的春夏秋冬中，那些艰难的、疲惫的、欣慰的、喜悦的，和那些汗流浃背、屡战屡败但又屡败屡战的。当然，在这个故事里还少不了那些永远努力生长的荔枝树们，它们有的已屹立近2000年，就算树干中心已腐朽空洞，却依然在竭尽全力开枝散叶、开花结果。是的，14亿人的荔枝自由从来不是一篇爽文，而是一场持续1000年的全力以赴。